我有催芽剂、催根剂、催花剂3种都用过了。今天来说说使用感受。催芽剂是我最早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成果显著，催出来好多小苗。我是觉得催芽剂非常好用，而且速效，抹上几乎第2天就能看到那个芽点有点变化，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化。现在我打开这一瓶来看看，首先就看到有一根黄了，或者说红了，那这根估计就不行了。这根之前出来的是花芽，我把它那个尖儿掐掉了，后来它倒是又出了小苗，但是就在旁边趴着，很小，几乎没怎么长。接下来请仔细看左上角那一颗，看到什么了吗？长根了。这个苗当初只抹了催芽剂，没有抹催根剂，这个根是它正常长出来的。这也是我催出来的所有的小苗里头第一个长根的，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长根的。在长出这个小根之前，它已经长了3片叶子，有一片是挡在下面看不见。这跟我听说的情况差不多，是说这个小苗长3片叶子或者3片叶子以上，就有可能开始长根了。所以前些天抹催根剂的时候，我就没有给它抹。我当时是想说，它已经长了3片叶子，我不给它抹催根剂，看看让它自己来长根的话，会是个什么情况。看起来它真的不需要催根剂，当时的决定是对的。那当时抹了催根剂的小苗怎么样了呢？就是前面这2颗都没有长根，我仔细看过了。而且抹过催根剂的部位颜色还有些发黄，不知道这算正常现象还是催根剂影响的。我觉得可能跟催根剂有些关系，因为这2颗颜色都发黄。花杆黄掉的这个我就拿出来了，这一杆上下各有一个苗，但是下面那个已经开始长毛了，上面这个根部这儿也有点开始长毛了。上头这个本来是一个花芽，那个尖儿被我掐去了，它已经长这么长了，我才掐了尖儿。它在这儿还长了一个小苗，这是个叶子，现在还活着，但是它已经没有能量长了，这个老的杆子已经黄了。然后这个小苗这儿根部这也长毛，因为那片叶子还活着，所以我只把这个小苗掰下来，用一小团水草包裹起来，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随便它吧。如果将来它烂掉，我再扔；如果它万一活了呢，也算是救一个生命嘛。这就是冬天插的那一瓶现在的样子。再来看看另外一瓶，也是最早的一瓶。这一瓶里的这些小芽我抹了催根剂，我也仔细看过了，没有根。这说明催根剂并不像催芽剂那样立竿见影，可能也会有点用，但是不会那么快，依然需要等待一些时间。这2个依然长在母本上的小苗是最早抹催根剂的，到现在也没有长根，但是依稀能感觉得到它的根部有一点凸起，或许它的小根正在里头等着破壳而出。它们的小叶子在我罩了塑料袋之后，能明显的感觉到长得挺快的，长大了不少。夏天插的这一瓶接二连三的黄了好几个杆，不知道是不是跟季节也有些关系，现在热嘛，就容易出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绿着的比较多一些，即便黄了的这个看那小芽还是绿的呢。这个催芽剂还真是厉害，只要抹了，不管怎么说都能长个芽。虽然有一些花梗不给力，最后黄掉了，但是那个小芽翘起来的样子还是说明了催芽剂很好用。其他绿着的这些
有些小苗明显的能看出来是小苗了。我这一瓶里一共取走了4个，都是看起来比较粗壮的。我原本以为那些粗壮的会长得好，因为粗壮嘛，就觉得存储的养分应该是多，但结果出乎意料，反倒是那些细一些的长得好。后来我想了想，也对，顶端优势嘛，它长在母本上的时候，运输养料肯定是优先供应尖端的，也就是细的那部分。粗的那部分虽然很粗，那就是过路财神，养料养分只是通过它给到细的那部分而已。所以在进行花梗扦插的时候，千万别轻视那些看起来细细的花梗，可能那些最后能活下来呢。这是因为长毛最早从扦插瓶里拿出来那2根，虽然现在还是绿的，但是我觉得够呛了，应该不行了。这3根就随手扔在瓶子里的，花谢了，花梗还绿着，所以剪下来放在这里。花芽上有抹催芽剂，那一节黄了的花梗是在剪下来之前还在母本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黄了。那些抹了催芽剂的小芽点都有长大，可能隔着瓶子不太清楚。这一节花梗剪下来的时候非常的粗壮，上半节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枯黄，不过它的小芽是在发育的。我的这个瓶子不是密封的，也是剪开的，非常透气。我抹了催花剂的那2个花梗尖端有反应了，看起来正在分化花苞，说明催花剂还是起作用的。就只是现在才催出花来，是怎么也追不上前面那2颗了。我同时也抹了催花剂的另外那1颗，也是在动了，但是它的花基本上就都谢完了。不过最近可能因为季节的缘故，其他的一些蝴蝶兰的花也在陆陆续续的凋谢当中。按照自然温度养护的话，那最近就应该有一批花谢了的，就刚刚好过完节。那些为过节准备的花，过完节也会陆陆续续的谢掉，所以如果想收打折花的，接下来的时间经常去卖花的地方转一转，说不定会有惊喜呢。而且这个时间点去收花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季节特别合适，过不了多久温度一转凉，马上就可以开始看花芽了。好，言归正传，接着回来说这仨如果说只选一个的话，我觉得就选催芽剂，因为有苗不愁长，只要有了苗，假以时日，其他的根花都会有的。另外就是这个催芽剂确实很好用，只要抹了催芽剂，那个小芽就立竿见影的长。当然最后那个小芽能不能长成一棵小苗，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说我插的那些就有一些花梗黄掉了，那就没办法了，扔掉。还有一些你希望是苗，结果它出来是花，那这个没办法，是受温度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很想催生一些小苗，那就买个催芽剂吧，这个抹了之后成功率高很多。如果不用催芽剂也是可以出来小苗，只是失败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所以我的感觉是催芽剂值得买，催根剂我的感觉是可以不买。原因是即便没有催根剂，到了时候该长根的时候它自然会长根。另外抹了催根剂之后的反应也不像催芽剂那么的迅速，它的使用说明上写的也是抹过之后要等2-3个星期。最后说催花剂，我觉得催花剂也可以不用买，催花剂的反应还算快，所以不需要购买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的反应太慢，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花不开，一定有一个背后的原因，仅仅只是从表面上催花，对整个蝴蝶兰来说不一定就是件好事儿。我觉得更应该做的是去找到它不开花的原因，并且想办法去解决。当然有的时候确实是既找不到原因，也找不到解决办法，或者找到原因也没找到解决办法。但即便是这样，也不是一盒催花剂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从这个层面讲，我觉得催花剂意义不大。不过世界很大，事情很复杂，可能就有某些情况确实需要催花剂来帮个忙，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使用催芽剂、催根剂、催花剂的情况以及使用感想。